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今天我们依然来评测一下浙江茶友寄过来的班章白茶。由于前段时间的加工比较忙，一直忽略了茶友寄过来的一些茶的一些品鉴啊，所以这几天要赶制一下视频，给这些茶友做一个交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茶友寄过来的班章白茶。这个茶的情况来看，应该不是今年的茶，而且这个茶由于比较碎，可能运输过程当中造成，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像这个大家看一下，有一个特点啊，这个有丝会粘住，其实是这个白茶，这个有蜘蛛网，蜘蛛网升起来了。大家看一下拉出来的一个丝，所以这个白茶储存的时候有没有保存好，从这个页面简单的看一下，我们再闻一下它的味道就知道了。你闻一下什么样的感觉？有点稍微酸的感觉，酸啊，应该是有点霉了。霉是不霉，这个茶只是说含水率有点偏高。好，我们来称一下这个盖碗，我们白茶可以在7克左右。看有没有到7克，应该会到7克，6克到7克左右。我们来冲泡一下这个茶，来做一个检验。从闻的过程来说，这个白茶应该是2到3年的茶，但是这个颜色色泽已经变得比较暗沉了。现在多少克？现在7.32克。你调到7克吧，不要过多。水温，我们冲泡白茶的水温，我们同样会选择煮开的水温来泡。因为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检测啊，头茶我们来泡制一下，水已经开了，那我们来喝一下这个到底是哪个区域的茶。从刚才的条形来看，班章的白茶有点不是很像。同样散茶的话7到8秒，然后出汤看一下。那这款茶属于晒白茶还是阴干的白茶？大家从色泽上基本上就能判断，这个茶肯定是有经过晒的，不是阴干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颜色相对来说偏深啊，是不是陈茶？我们通过闻这个公道杯出的茶汤，我们基本上就能知道。你闻一下，没有那种新鲜的味道了。没有，酸味特别重。有酸味吗？有一点，但是它后面还有个奶香。普闻的判断啊，这个茶应该是19年。好，洗一下杯子，我们来泡喝的第一泡。我建议大家泡这个白茶啊，尤其是散茶，不管是饼茶、散茶，大家都洗一道，对这个茶做一个清理，也是一种礼节。洗茶是一种礼节。好，我们现在泡喝的第一泡，品一下这个茶具体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出汤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水沥干净，茶汤在里面，这样的话会导致下一泡茶不均匀，口感有偏差。好，我们来品鉴一下。入口很细啊，水很细，浓度也还可以，甜度也不错，比较甜。用高温泡啊，这个茶甜的话，水温降低一点，它会更甜。好，我们泡第二泡试喝一下。白茶来说的话，这个汤色啊，散茶的话应该都会很干净，大家看一下，汤色很清透，非常干净，但是这个颜色偏深，有点像红茶，像野生红的茶汤。第二泡它那种放的时间长的一个味道，它的含水率偏高一点，有点梅子的味道，你闻一下，是不是有点像梅子的味道出来？就话梅的味道。对对对，喝进去就有话梅的味道，酸酸的。这个酸，但是不是那种特别酸。这个就是含水率过高造成。水率过高，就是保存过程当中含水率过高，所以要降低。含水率过高的话，会导致这个茶有梅子的味道的一个转化。像这种正常的保存的话，3年左右它会出现这个梅子的味道，包括晒青都会出现这样梅子的味道。来焖泡一下，保存过程当中，如果含水率没有控制好，它就出酸。而且出酸之后，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茶的保存过程当中，含水率偏高之后，它的淡水味它会出来一点。汤中茶水容易分离。回上来的味道会淡淡。我们为什么要好好的控制这个含水率？3分钟，我们再来做一个品尝。好，3分钟时间差不多，我们出汤看一下。这个茶已经明显的变深了，汤色变成酒红色。这个茶从这个焖泡过后，我们更能闻到它的不足之处啊，比如说有酸味，比如说有发酵的味道，
就是从这个焖泡的汤色当中就能闻出来。你这样酸梅子味就会更重。其实平时普文不建议大家梅子味比较重。散茶保存白茶，为什么？因为散茶制作过程当中的含水率它相对来说偏高，只有到压饼完之后，它的含水率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含水率它会降低很多。比如说我拿300克去蒸压加上内飞，当它那个时候成为300克的时候，脱水含水率它肯定要比原先的散茶的含水率要低，然后经过高温蒸压，外表皮的细菌也杀的比较差不多，然后再压饼完之后再干燥，那个整体的干燥程度就要高。保存茶的过程当中，普文一直建议大家要密封，偶尔要透风，但是要密封无异味，这样能控制这个茶叶的含水率。尤其是南方地区，浙江、广东福建、山东、江苏这一带沿海地区包括辽宁，空气当中的含水率比较高的地方，一定要干燥保存它这样的话能把茶放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叶底，从这个叶底当中我们肯定马上绝对快速可以分析这个茶肯定是有经过晒，因为叶底有发红的发红。这个茶为什么会出现红叶底就是因为见阳光含水率过高，见阳光叶底立马就偏红，这就是在制作当中你能得出来的经验。只有什么情况下去晒，它的颜色还是会偏绿，含水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叶面已经形成了干燥的情况下部分梗没有干，就基本上到85%-90%以上你去晒，干燥程度那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多的红叶，含水率过高去晒太阳，然后会出现这种红叶，然后有发酵，这就是一个制作当中能摸索出来的一个正常的原理和道理。所以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尽量去避免和减少这样的情况存在。好，本期为大家讲述的这个白茶茶友寄来的白茶就讲到这里，感谢我们自己阿平。再见，下期见。我们下一期节目见。